你不可以这样子说话，这个是不对的。你已经冒犯到那个同性恋的朋友，你现在要去跟他道歉。但是我现在更相信所有人都有问题，而不是说啊，有的人很正常，有的人有一点不正常，所有人都不正常。那个女生非常非常生气，就是他们就是 normal person， 对，他们就是正常人啊，你不要把他们看作不一样的。我爸爸妈妈也听不清楚，我也听不太清楚，不是我真的也听不太清楚，然后我也看不太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这个呢是我和素清一起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会很喜欢。素清，我们今天聊点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冒犯。对，我们可能以前不小心冒犯别人，或者是别人冒犯我们的经历。对，我们要说可能不小心冒犯到一些人，可能是残疾人，对，或者是同性恋群体，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人。对，我们在聊天以前，我跟素清说，我们做这一期播客会不会冒犯他们？因为自己的无知不懂冒犯他们，素清现在会不会有一点害怕？会有一点点担心。对，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冒犯了你们，不要生气。对，我们聊这个是因为我们想要更明白你们，更理解你们。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我们先说同性恋吧。那我先跟素清说一个故事，就是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住的时候，有几个朋友他们是不同国家的人。有一个呢是美国的男生，然后他是同性恋，他是 gay。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有一个中国女孩，她就说到这个，说她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同性恋，然后他的语言是，他是一个西班牙语是 gente normal， 不是同性恋，是 gente normal， 就是一个normal person， 所以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冒犯别人的，就是你怎么可以说同性恋不是 gente normal， 不是一个正常人，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说话，这个是不对的。你已经冒犯到那个同性恋的朋友，你现在要去跟他道歉。所以那个男生没有被冒犯到，所以我们不太知道他有没有生气。我们就觉得这个女孩她可能想的是中文里面的普通人，可是也不好。对，所以那次是我的一个朋友冒犯到了一个同性恋的朋友。我觉得我生活的环境很奇怪，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同性恋的朋友，但是我在澳大利亚，我又认识很多同性恋的朋友，所以是两个很不一样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在中国的同性恋朋友还没有出柜？对，有可能是的。那我们不一样，因为我有同性恋的朋友，他们都出柜了。可能你住在深圳，深圳比较开放，但我住在小地方，所以小地方的人可能还比较不可以接受这个东西。OK， 对。那你觉得你有冒犯过同性恋的人或者朋友吗？我知道的，我想不起来，就是没有哪一次同性恋的朋友跟我说他很生气，但是可能不小心也有。我现在知道我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是我哥哥的女儿，然后呢她有两个好朋友，两个好朋友都是女的，然后他们是一对同性恋，女同性恋。
然后呢，他的妈妈告诉他，你不要和他们一起玩，如果你和他们一起玩，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同性恋。对，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当然可以和他们一起玩，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成同性恋，也完全没有问题。对，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一个中国的小地方，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很有可能说很奇怪的东西。你知道我在西班牙住了很多年，所以那你很多时候有同性恋的游行啊、庆祝啊，还有大家穿的衣服，男生穿女装，或者你做变性手术，就是你是女生，然后你想但是你感觉你应该是男生，你可能做一个手术，对，都是很常见的。我想说，对，然后西班牙有一个东西很酷，你们的红绿灯。对，在马德里的红绿灯是2个男生牵手，或者2个女生牵手，好酷，大家都喜欢。对，我喜欢这个氛围。然后我觉得我在西班牙可以比较放松的去聊这个，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偏见呢，我没有觉得他们不好，我只是很好奇。那可能因为我不是，然后我想，你们会做什么啊？或者是你们是什么样的啊？那我就很自然的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样的。我没有冒犯过同性恋朋友，我自己觉得没有。但是呢，不小心有冒犯到残疾人。残疾人呢，可能是比如说你的身体有些地方有问题，可能你的腿有问题，你不能走路你的手臂有问题，或者你的眼睛、你的耳朵有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残疾人。那我可以跟素清说一说，我在巴塞罗那学习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学习语言嘛，所以呢，我们也学习了手语。那有一个女孩呢，她是巴西人，她教我们巴西的手语，然后她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聋人所以就是听不到的。那个时候呢，我是对他们很好奇的，因为他们听不到嘛，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是用英语问的，就是我忘了，大概就是说这个聋人跟 normal person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女生非常非常生气，就是他们就是 normal person， 对，他们就是正常人啊，你不要把他们看作不一样的。他们也可以有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可以做非常多事情。那我不太了解，我不太懂聋人，因为我没有聋人的朋友嘛。那个时候我不太懂这个女孩为什么生气。对，因为我好像也没有觉得聋人不好。后来我发现 normal person 这个词我不要再说了，因为真的是很不好。因为在中文里面有2种normal person 有2种，一个是正常人，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脑子好的人，或者是不正常的人，所以你说 normal person 就好像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然后还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普通人，就是 ordinary person，对，就可能稍微好一点，可是也有可能就是让别人觉得你觉得聋人就不正常吗？就不能好好生活吗？你是什么意思？志飞，你说清楚。所以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就犯了一个错误，说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对对对，明白。就冒犯到了聋人。我好像身边不认识，我想一想，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就是身体有一些障碍的人，可能听不到或者是看不到。我有认识就是可能听不清楚的人。我爸爸妈妈也听不清楚，我也听不太清楚，不是我真的也听不太清楚，然后我也看不太清楚。对，
我也看不太清楚。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以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不一样可能是有一个名字，比如说啊，我是耳朵有问题啊，我是眼睛有问题，可是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它没有名字。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他的想法有问题，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很难说啊，这个人他很不正常。所以我现在是觉得所有人都不正常。我们都有一点点神经病。对，我觉得所有人在某一个点都有一点问题，对不对？可能每个人受不了的、不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更相信所有人都有问题，而不是说啊，有的人很正常，有的人有一点不正常，所有人都不正常。所有人都不正常，对对对。素清，那我想问你，如果你认识了一个人，你跟他见面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你发现他没有手臂，或者他没有一条腿，你会想问他们问题吗？还是就是觉得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看见，我不要说？好问题，如果是第一天，我觉得我还不太确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可能先等一等，可能第一天我不会问，我当然很好奇，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对，但是我不太确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难过的故事，我想听，对，我想知道他的故事，可是如果他不想分享，那我觉得我可能不可以问。所以我会等一等。我的男朋友的一个朋友，他是没有手臂的，他天生没有手臂。他呢，小时候住在欧洲，然后就去美国。他跟我们说，他就是见面跟认识新的朋友，大多数人是不会问他的手臂，就是大家会想要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呀，我们都一样的，所以不会把他当做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看。然后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就是想看他的手臂什么的。那我想说，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那我以前跟一个男生约会，他就是没有手臂，对，然后我们也约会了一段时间，我自己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就是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可能我自己比较无知，就是不是很懂，又很好奇，那自己又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会觉得你的手臂，你可以，因为你知道吗？如没有这一部分的手臂没有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手臂的，他可以感觉的，他是感觉上他是有手臂的。好，有时候他们的手臂也会很痛，然后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我忘了，就是他们其实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虽然他不在了。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就会问问题，就是我有时候要小心一点，就是你可以很好奇，但是你要想一个好的方式去问别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有可能也会不小心冒犯到残疾人，对吧？对，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有很多爱，不用担心。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生气。我现在说的就是大家原谅我的，大家觉得没关系的大家觉得那志飞只是不知道而已。那我跟素清说，那因为在网上很多人认识我们，有时候说了一些话呢，大家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歧视。对，歧视就是你对一些人有偏见，就是感觉他们不够好。你歧视同性恋，或者你歧视非洲人，你歧视哪里哪里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故事所以因为我们在网上，所以肯定有人不喜欢我们。所以素清，
在网上有没有人说你歧视别人？等一下，我在网上很喜欢骂人，我有说过，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傻子。对，对，我知道。但是有没有人说我歧视他们？我不记得。但是我常常骂人。我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我说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中国，没关系，都是傻子。对，所以歧视好像可能也有不小心冒犯别人的时候，但是我现在不太记得。你呢？那我有挺多的。好，虽然我觉得素清她说的更多，可是为什么没有人骂素清说你歧视哪里哪里人？但是我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会骂我比如说有一次我说我非常喜欢跳非洲舞，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愿望就是去非洲，然后呢可以跟当地的人一起跳舞。我有时候看一些视频，就是和非洲小孩一起跳舞，我觉得哇，他们的血液里面就有这种节奏啊，舞蹈就非常好，非常好看。那个时候我是说英语，我就是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 story， 我说我想要和非洲小孩跳舞，但是呢有一个人就生气了。因为我说的是 I want to dance with those African kids，他被冒犯到了。就是你说什么 those African kids， 你以为你很好吗？你叫他们 those African kids， 就是他想象的就是我觉得那些小孩不好，所以我要说those African kids。但是呢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没有 the， 我们只有这个和那个，对不对？ this and that。 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嘛，有时候我的英语就可能会被中文影响，所以我在中文里面想的就是那些非洲的小孩一起跟他们一起跳舞。然后我一直在是说非洲舞多么好啊，我想跟这些小孩一起跳舞。然后他就生气了，但是你歧视非洲人。我现在还是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对，比如说我不知道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敏感的人可以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在哪里。我在想，如果一个人说我好想要去捏那些中国的孩子，我觉得 OK， 我也觉得很多中国的孩子很可爱，圆圆的，对，那很想捏，对，所以我在想，如果一个人说了这个，我会觉得我也觉得他们很可爱，我也很想去捏中国宝宝的脸。可是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歧视是说我们和你们不一样？那个歧视有的时候，因为现在歧视可能不是说你不好，是我们不一样，这个是一个问题。对，我想去捏中国的宝宝，那你为什么要捏中国的宝宝？是不是中国的宝宝不一样？他们就是不一样啊，他们就是不一样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也不一样啊。对，我和你也不一样啊，对，你和我也不一样啊，就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一些人没有搞清楚，就是 equal 不代表 same。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中国的宝宝和可能白人的宝宝、黑人的宝宝就是不一样啊，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可以说你想要和非洲小孩跳舞是有问题的。可以，对，你们如果知道可以告诉我们，就可以告诉教育一下我们。对，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中国，我没有见过太多外国宝宝。那我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外国宝宝，他们可能也很想捏一捏外国宝宝的脸。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黑人的宝宝，就你知道吗？卷卷的头发，圆圆的小脸，太可爱了。我也想捏一下，对，想抱一个。对，我有一个学生，他们非常喜欢去中国，然后他们有2个宝宝。中国的人非常喜欢他们的宝宝，就是他们的宝宝真的就是中文我们说的洋娃娃，
就是脸圆圆的，然后头发卷卷的，然后是金色的。然后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宝宝就是给他们很多东西，很热情。那我的学生没有觉得中国人很冒犯我，他因为这个非常喜欢去中国。对，他每次去中国就是去很长的时间。然后现在他们还有一个播客，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播客。我记得这个播客叫爸爸 Goes China， 就是他们常常去中国，然后在中国他们就是看到中国人那么喜欢他们的宝宝。我又想到了，就是在中文里面，如果我说黑人白人，sorry 打个嗝好，我想说的是在中文里面是没有关系， 对不对？就是没有不好的意思，或者你说我是一个黄种人，我他妈就是个黄种人就是你想说什么我现在觉得很多白人不敢说我是黄色的，我就是黄色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对，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叫自己是黄种人中国人叫自己是可能，当然我们的历史没有美国那边这么复杂，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对，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颜色对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可以说一个人是黑人，一个人是白人，一个人是黄种人。对，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问志飞还有看这个视频的人，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是一个台湾人，他去到印度，然后呢在印度的路上有很多小吃嘛，对吧？然后呢因为他拍视频，然后他也有这个话筒，然后他就问所有的这个小吃店的老板，他说这个东西干净吗？我可以吃吗？对，没有人留言说哇你问这个问题很没有礼貌，可是我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非常没有礼貌。对，如果你觉得不干净那你不要吃，你为什么要拍视频然后问他这个东西干净吗？我吃了你做的菜会不会拉肚子？因为你的手不干净，或者你用的东西不干净。对，这个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然后他可能觉得可能中国有的东西不干净，然后他拍视频，然后他一个一个去问你的东西干净吗？你的东西干净吗？我觉得非常不 OK 的，非常没有礼貌，真的很冒犯别人。中国人可能就说你爱吃不吃，走开，就是不要。我觉得如果你心里面觉得不干净，好，然后呢你去试了这个东西，然后你拉肚子了，你可以说我去吃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不干净，因为我拉肚子了，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为什么要一个一个的去问？我非常不理解，你想听什么？对，就是你想听他们说我们的东西很干净没有问题吗？或者是我们的东西不干净你不要吃，你吃了会拉肚子。他们会告诉你吗？对，但是在那个他去印度的那个视频，然后就是所有的印度人都说他们的东西很干净。我其实也有点明白这个台湾人，因为他觉得这些印度人的想法跟他是一样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印度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然后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细菌已经是他们可以。对，就像我住在巴厘岛嘛，那我们是不太敢吃沙拉，或者是直接喝这里的水的。但是对于本地人不是问题，就是对外国人来说真的经常会拉肚子，所以你要很小心。那有一次我的男朋友也问我们的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就是你可以用普通的水刷牙吗？这个人说可以啊，你可以啊。那他就有点不太敢，但是这个朋友也没有被冒犯到，就是这个朋友当然他非常理解，因为我们是外国人。那我当时就觉得我男朋友就是你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那人家生活在这里，人家当然用这里的水做很多事情了，只是因为你 you're too weak。 对，但是你太弱了。但是我觉得你问一个朋友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你拍视频，然后、对你可以想象你拿着你的相机，然后一个一个去拍，就我觉得很不 OK， 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那我现在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我有可能冒犯到别人，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告诉我，就是香蕉，就是可能是从小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别的国家的中国小孩儿，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说他是一个香蕉，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亚洲人，但是文化是可能偏白人的文化。你觉得这个词会冒犯到他们吗？我觉得在别的国家可能没有问题，在美国所有的词都有问题。你说的是真的，对，要很小心，我感觉我很怕因为我在澳大利亚，比如说一个白人，他我听过一个白人说，哦，他是一个鸡蛋，因为它外面是白色的，里面是黄色的。对，他喜欢中国的东西、亚洲的东西，但是他的皮肤是白色的。或者我也听过印度人说，哦，他是一个椰子，对吧 ？Coconut， 因为外面是棕色的，里面是白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没有问题，但是在美国，什么词都不可以说。那我看的那个视频呢，是法国人。他们的小孩就是亚洲人的脸嘛，然后爸爸妈妈说什么？你的朋友叫你香蕉，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不可以叫你香蕉。我那个时候就想啊，可是我一直叫我的学生香蕉哎，但是怎么办？我是不是冒犯到别人？他们偷偷的讨厌我，就是再也不想看到志飞，烦死了，叫我香蕉。可是我一直觉得以前这个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现在有可能越来越有问题，我不知道。在我这里我是觉得没有问题，我不常常用，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OK， 好，大家可以告诉我这些词会冒犯到吗？我自己觉得听起来挺可爱的。我也觉得椰子啊、香蕉啊、鸡蛋都很可爱啊。鸡蛋。好的，行，那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些故事和我们听到的一些 OK 和不 OK 的说法，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看法，或者是你们的故事，我们也很想听一听。对，好，那今天就到这里。这个视频你听懂了吗？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用，你可以看更多我们的视频，你也可以用我们的免费的学习材料去学习怎么用视频学中文，怎么更高效的学中文。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说明里找到免费的学习材料，在小瓜 Chinese，我们帮你说一口流利的中文。